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你怎么活？今天再次读到创世纪3章14节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和田野的活物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虽然信主许多年，但神对蛇的咒诅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这8个字，从未像今天这样触动我，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。我们都知道蛇预表撒旦，在神对撒旦的咒诅里，土成了撒旦唯一的食物，而地是由尘土所构成的，所以一切连于地的事物都成了撒旦的食物。除了提到吃，这个咒诅还关乎于行走。因着这个咒诅，撒旦就永远失去了站立的能力，只能终日凭肚腹行走。从起初，圣经又让我们看见，在神的命令里，吃是人活着的关键，而吃什么就要决定人是否能活出被造时候的意义。因此，正确的吃成了我们存活最严肃的课题。不幸的是，自从人受了狡猾之蛇的诱骗，中了蛇毒，成了毒蛇之种，而神对撒旦的咒诅就进入到了人的血轮里，成了人的遗传。人别无选择，只能吃土，就是依靠追求属地的事物而活。这不正是今日真实人类的光景吗？终日吃土，委夷而行。今天人为了生计，谁不是一生忙碌奋斗，日日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梦想着飞，梦想着天，试图挣脱属地的缠累，得着人生真实的安息与满足呢？然而讽刺的是，我们越挣扎，天却与我们渐行渐远。这样的生活竟成了暗无天日的真实写照。我心里想，难道这就是人生唯一的路吗？能否找到一条脱离这个咒诅而回到天的路呢？人真的别无选择了吗？其实在人失败堕落之前，人原是有神的，神就如同人的天。但是当我读到创世纪第4章的时候，我看见亚伯选择牧羊为他的生活方式。当时人只以菜蔬为生，亚伯必定从他的父母那里得知了发生在伊甸园里的事。这个时候的亚伯，他的神不见了，他的天消失了，神在蛇身上的咒诅如今也在他里面了。若不借着流血祭物的遮盖，这个一生靠肚腹行走，终身吃土的咒诅将永远无法解除。人努力改进自己的行为，在神面前毫无价值，毫无效力。因为他的献祭，他找到了他的神，他找回了他的天。在新约里，我们看见主为着父的旨意，在他的人性里，为了我们被引到旷野受仇敌试探，成了第一个胜过地的吸引，凭着这属天食物而活的原型。因着这个原型，我们也能这样活着。终于有一种不同的食物，它出现在地上，却是属天的，使人能够胜过地的辖制，脱离人里面那个终身吃土、靠肚腹行走的咒诅。自此，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被打开了。这一条路也延续在使徒们中间，
他们活在地上，却不以尘土为食物，靠肚腹行走，是一般挺拔站立，脱离地的贿赂，为着神的旨意而展翅飞翔的人。21个世纪后的今天，这条道路依然活着，因着主所成就的，我们都可以合法的接受属天食物的供应，继续行走在这条道路上。人活着，原来不必终身吃土，靠肚腹行走。主啊，我今天也献上亚伯的祭物，求你悦纳我，使我能走在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上。是你使我能站立，使我能飞翔，如鹰展翅上腾。我要这样活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， 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